战狼吴京的民族情怀有多强，就连广告也只接国产品牌。在现代题材电影中，广告植入成了片方重要的收入来源。有些电影的广告很难看着，还有电影的植入方式十分生硬。但有一部电影，它接广告不为赚钱，只为弘扬国货，它就是《战狼2》。第一，茅台。相信很多人都会对吴京吹茅台的片段印象深刻。其实贵州茅台早在1975年就被评为国酒，而这也不是吴京第一次喝茅台了。早在《战狼1》中，吴京就曾拿出一瓶茅台连喝几口。尽管瓶身的包装被撕掉，但也能看得出来。在《战狼2》中更加明显，吴京直接拿出茅台对瓶吹，把对面的黑人小哥直接喝趴下了。据吴京透露，这场戏其实是真喝，而干儿子在于谦商店不拿别的，专挑茅台。后来茅台公司为了感谢吴京，包下电影院请3万多员工看《战狼》，而且只看 IMAX， 可见这部广告打得有多成功了。第二，北京吉普 B 勾40，它是一辆国产 ORV 越野车，在现代战争题材电影中，损坏几辆汽车是家常便饭。而在《战狼2》里，吴京开的这辆吉普却从头开到结束。有人觉得是因为剧组太穷，但其实这是为了弘扬国货。这辆吉普直接从2楼撞破墙壁飞下，顺带甩飞一个敌人，还和摩托飙车，即使翻车了也没什么损伤，扶起来照样能开。最后还在非洲大草原遛雄狮，这国货质量真是强到离谱。第三 ，AGM 手机，这是一款国产的3防手机，主打专业户外。这部手机在电影中为传送资料做了大贡献。最厉害的是，在零下10几度的雪地中，它还能正常运行，一般的手机绝对做不到。你还知道有哪些国货广告吗？有人说《战狼2》太假了，因为他们觉得电影中的吴京举国旗通过交战区的桥段实在扯得不行，未免太过英雄主义了。但实际上，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。有位华侨就说出了他的亲身经历，当时是举着国旗，唱着国歌通过的边境。所以说我们的电影里面就是金哥举着国旗通过交战的双方，然后安全通过。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想象这种场景，但是我就在这儿通过我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，这件事确实发生在了我们身上。其实《战狼2》的原型就是也门撤侨事件。2015年，也门时局动荡，当地发生暴乱，驻扎在也门的10多个国家的大使馆已经闭馆，留在也门境内的各国公民一片恐慌。于是中国指挥官立马进行决策，让正在护航的海军第19编队立即前往亚丁港执行紧急撤侨任务。当时大多数国家都派去了舰队进行撤侨，但此时的也门炮火连天，战斗机呼啸而过，吓得他们纷纷掉头返航。而中国海军的第19编队却毅然决然地前进，成了唯一的逆行者。在舰队靠岸后，仅用1天时间就救出了449名中国公民，顺着还救出了其他15个国家的279名公民。但最困难的其实是滞留在萨那城的400多名中国人。萨那城是武装冲突最为严重的地方，随着战火的不断升级，无辜民众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被波及。中国大使馆权衡利弊，还是决定马上组织撤离。但萨那城距离最近的港口都要230公里，沿途更是遍布无数武装势力的据点，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冲突。于是中国车队将国旗粘贴在汽车上，缓缓驶入炮火纷飞的交战区。交火双方看到这一抹鲜艳的中国红，都停止了交战，最终车队安全地驶入了港口。最能体现的还是咱们撤侨的时候，我们当时第一批撤侨是20多辆大巴车，想想吧，20多辆大巴车如果排起来密密麻麻也浩浩荡荡，我们当时怎么做的？大家刚才看战狼了，当时吴京是把5星红旗放在哪了？胳膊上放在他的胳膊上了。我们呢，我们不可能每个人放一个5星红旗，因为我们是大巴车，我们把5星红旗每辆车上都贴上我们中国的5星红旗，5星红旗就成为了我们的通行证，让我们一路安全抵达我们的集结点，成功撤侨。我在这我也可以扬眉吐气的说一声，我们中国的也门撤侨是最扬眉吐气的一次撤侨。国不强没尊严，国家强了才有尊严。作为中国人，我是幸运的，也是自豪的。所以我们要感谢强大的祖国，如果不是中国，可能在外的华侨已经凶多吉少了。要时刻记住，祖国会永远站在你身后。